然后说没有，罚款1000万，完全没给汽车留路。小心啊！我觉得这车要能出去，真的，觉得我们要谋杀他们这一个村。我看的是咱们中国的电影。这是我们开着中国汽车穿越非洲的第122天，我们穿越了难以想象的路，从几内亚比绍来到了几内亚。但是由于关口的海关没见过中国汽车，不给办理手续，我们不得不前往内陆的海关办理。但由于一个小卡拉咪的失误，导致了我们的汽车被扣了，不得已在海关外的小旅馆度过了难忘的一夜。起床了，兄弟们啊！现在早上起来9点多，我们来这儿取车来了，然后看看走路去，没有车，走路去，看看他今天需要什么手续，需要多少钱。兄弟们，我们的车啊，停这儿了1天，幸好没什么问题啊，还可以。我们今天去办手续，希望可以快速通关啊！希望一边过。经过了一个早晨起来的等待，终于所有的手续都办全了，然后我们又能上路了。费用呢不贵，10万当地的法郎，大概人民币100块钱。但是就是等待啊，办理手续还是非常正规的。然后现在再看看几内亚的路，这几内亚的路应该是我们中国修的，你们看看，这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多的中国原件啊。看看这条路啊，希望能直接直达首都科纳克里。正在我们开心于路况良好，能够很快抵达首都的时候，意外发生，我们被一位警察拦截了下来。但这次拦截让我们意识到了几内亚警察是真狠啊。在中国呢，还有一个名字叫猫眼，他现在在车里啊。怎么样？我告诉你惊人的消息，因为我们汽车上的三角，这是咱们汽车带的，但只带了一个三角，它是要求2个三角，还要求国际救援包，还要你2个灭火器，然后说没有，罚款1000万，1000万。然后我跟小恒那磨了半天，你们猜最后20万，太敢要了他们。一共刚才换了80万，加了一个油，就剩20万了。关键是我们一会儿还得去买这些东西呢，所有的钱全没了，真的，我真服气了。过路费都不够，真的，我真服气了，直接过来，真的真敢要啊！张嘴要1000万，告诉拘留7年。拘留？对，说我们这儿有规定啊，拿出一小纸来说，你没有三角或者缺三角灭火器，我们这儿啊罚1000万，拘留7年。先吓唬你，厉害不厉害？太厉害了！木一笔，留下买路财了以后，我们终于能出发了。非洲依然也是很漂亮，不管它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啊，我们还要坚持穿越完，加油！穿越非洲的旅程就像是西天取经，刚刚送走了劫财的鬼，又踏上了通往地狱的路。难得一见的柏油马路果然不负众望，它消失了。大家看看这条路，我们现在走的这种路啊，全部都是这种上下起伏，普通车根本走不了。现在是旱季，如果要是雨季就更加走不了。你们看看，整个这条几乎没有路啊。现在我们去往首都科纳克里，这是去往首都的必经之路，都是这样。小心啊！哦，拖地。兄弟们，你们看这个，这能称之为路吗？兄弟们，这太夸张了！就这前面不是光上坡的问题，完全没给汽车留路，这怎么过啊？你一定要小心啊！
我真的，我要不是开了辆坦克300，我觉得今天就葬这儿了。你们看，这太夸张了，兄弟们，这完全是攀岩啊！欢迎来到非洲，太狂野了。欢迎来到非洲。哇塞，大上坡完了，紧接着大下坡，小心，要命了！小心啊！我看不见了。小心，小心，可以有。小心啊！往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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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边。完全无视。因为太高了。我的天啊！这条路是越走越夸张，我们一度怀疑这根本不是汽车走的路。经过多方打听，当地人说你们很勇敢，是第一个敢走这条路的外国人。由于雨季的冲刷，每年旱季的路都不一样，能不能走完全看运气。但是除此之外也别无他路，只能祝我们好运了。但就这不到200公里的路，这一走就走了8个多小时，直到黑夜降临，也不过才走了一半的路。乱石岗，兄弟们，我真的都快哭了啊！看前面这景象，我都快哭了。我觉得这车要能出去，真的就是在非洲一定不能开夜路啊，都不是人危险，这路太夸张了。你看看这前面还是路吗？没有路。这个没有车辙呢？没有车辙，晚上看不见车辙。最主要是视频里拍出来那石头好像只有这么大。但是我们肉眼看到那石头这么大，是这么大，那壕沟都特别深，一个不留神就爆胎了，只能10公里都不到的没钥匙，就这么走，一点点错着走。我们现在距离目的地还有100多公里，我们要走10几个小时，开到天亮都开不到。我们一会儿找一个，我看应该中间还能路过小镇吧。不知道有没有小镇，但是我觉得小村肯定是有的，不可能100公里没有小村。我觉得也是，但是我们就怕遇到小村，人都睡觉了，他们这儿天黑没有灯。哎，这有羊了，看到了吗？啊，这个是这不像村哎，这像是他临时放羊的那个。这不是村，我估计你得往前走。那我看有人拿着灯，有茅草屋。我觉得今天兄弟们要挑战自己了。那个，我们下去问问。好消息啊！这儿刚才有几个年轻人，2个男的，2个女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夫妻，年轻人20多岁，人家愿意腾出一间房，而且这间房里有床。哇！完了给咱们住宿一下。太好了，帮个忙。但是现在这个时间，他们吃饭了吗？他们正在吃，有米饭。我感觉不够，咱们自己做吧。我们自己做，咱们自己做。我带电摇了。现在倒车影像什么都看不见。你得把车停在他们院子里，你不能停在路边。我知道，全是小扫房子。哎呀，没有电啊！整个村没有电是吗？整个村没有电。Maxi， 哇，大家特别的热情啊！谢谢啊！谢谢。他们吃的什么啊？米饭哦，米饭啊！米饭拌辣椒嘛？米饭拌辣椒。米饭拌辣椒。没事，你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吃吧。我们一会儿，咱们自己做，咱们一会儿自己做。他们不够吃。对。来，你看看这个是，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个房间。能给那个小孩拿点什么东西让他躺在这儿吗？什么？你躺在这儿。这里可以，但是他要有一个被子。没有问题，没有被子，我可以。那我们做饭吧。我们做饭，一会儿给他们尝一尝我们的中餐。对，走。哎呦，洒了，整个你看看，什么东西洒了？什么崩了？醋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是这鹿，你知道吧？酱油。这个一会儿拿出来，我要给它整理一下。酱油崩了。我们的店小二都沧桑了。哎呦，店小二都全是酱油了。全部是酱油，我怕它坏了。这不会坏，这是外观不会坏。希望啊，这路实在是太颠簸了，真的，酱油都给我们颠出来了。真是说，在这边啊，没有任何店，我们要想吃饭，真得说实话，全靠店小二。
这个没有店小二，大家来看一下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沙雷，嗯，再来。 Chinese soleil， por fora de Mazé， 信，万博。万博啊！来，我把我们做饭的东西拿下来，这个一会儿得好好整理一下。哎呦我的天，兄弟们快看一眼！哇塞，这太夸张了，这个。OK Maxi， 焕然一新啊！嗯，那是在上边，啊，撒在那里。行。来，你看我们这一堆，看看我们这一大堆啊！那个别的，你看我们都装在小的矿泉水瓶子里，就那个没装，还就那个洒了。我们要不要把这个鱼油送给这个女主人吧？可以。鱼油，这个是我们在那个毛里塔尼亚买的。兄弟们，我们这儿全被围观了啊，这会儿全村全来了。然后呢，小韩一直在稳住村民的心态。这个村民刚开始特别害怕我们啊，觉得我们要谋杀他们这一个村儿。小韩找了他一个同学会说当地话，然后当地话他是这边的人呢，他跟他们签了以后，他们有点就好了一点啊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啊。好，人家我特别怕人给我们赶出去啊，就是人家都特别好，所以我们这一直在用这个当我们带来的吃的和东西在贿赂他们。兄弟们，我给了他一个，完了！兄弟们啊，我给了他一个跳跳糖，他没吃过啊，吃了的话。一个村都来了，兄弟们啊，全都来了啊！小韩也没吃过跳跳糖，他也没吃过，怎么样？感觉？跳舞啊！你喜欢吗？喜欢这个小，我们在那我们搁这儿啊，洗箱子呢，那箱啊全废了啊。然后现在我们再给他们分一些东西啊，把我们的一些东西给他们分一分。点亮这儿 ，OK， 98的电98%啊，兄弟们看看 ，OK 点亮 ，OK 了，这个啥意思？这是1600瓦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带2400瓦，真的，我们这一路穿越非洲，真的多亏店小二，这个电里能存2度电，够我们吃好几顿饭的，不但能吃这，还能吃火锅，还能带营地灯。你看，他自己带灯，自己有灯。你跟他们说这个是我们中国的。他说这个有达卡尔，我说这就没有了。达卡尔没有。only 7种。OK， 他说谢律师，他看到的那边中国人用这种东西。哦，也是我们中国人。用太阳能的，就是太阳能板铺上以后，它依然可以给它充电，最快2个小时就能充满2度电。那明天我们吃完这个饭以后，给充完了再走。我觉得可以。兄弟们，你们有在这么多众目睽睽之下吃过饭吗？哇塞，你看多少？得从吉后的宴席。哇塞，这个太多。来，兄弟们，下面了啊，下面了。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我们完美的诠释了一次中国面条的做法，又在众目睽睽之下享受了这几天最美味的晚餐。夜晚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这个小村子的人不多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。来看，咱们这里每天来这里看视频啊。这么多人来这儿，跟你打招呼，你没有来美女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空吗？你空吗？你空吗？我看的是咱们中国的电影。我看到甄子丹，他们看中国。哦，逼哥，提诺瓦，哦，咱们搁这看中国电影，太爆炸了，兄弟们！我觉得如果咱们要都吃了，别人会不会没有啊？没想到都是爬山的路，往左，对，骑着你。看你旁边有一个花生西施啊！岳阳，你真啥油都敢加呀？